务做外贸的邱女士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收到了客户的一笔打款之后，银行卡就莫名其妙被武汉警方冻结。一脸蒙圈的邱女士从警方那里了解到，赌博网站提供了一个银行账号给涉赌人，而这个卡号正是她曾经提供给客户的账号，所以警方认为这笔钱是被诈骗人的钱，就把银行卡冻结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还原一下事件的真相。关于这个热点事件，我们来聊一聊大家普遍感到疑惑的几个问题。第一，这些商户真的涉赌了吗？如果没有涉赌，赌资为什么会打到他的银行卡上？第二，什么叫第四方支付平台？第三，地下钱庄到底是如何运作的？这套复杂的机制下来，为什么会导致很多人在帮黑产洗钱，自己却毫不知情？咱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这些商户真的涉赌了吗？如果没有涉赌，赌资为什么会打到他的银行卡上？早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一条新闻上了热搜榜，说是村口20平米的小卖店利润超过1000万。这件事儿竟然牵扯出了一桩220亿元的特大地下钱庄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些不法分子通过注册空壳公司的方式去地下钱庄购买外汇，然后再通过申报出口退税来获得补贴。但想要退税也不是那么容易，在我国退税申报一般要有3个必要的条件，分别是结汇水单、报关单和增值税发票。这里简单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结汇水单简单来讲就是将国外付来的货款划到出口方的账户上，这个单子就是为了证明货款已经到账。而报关单就是对进出口货物的实际情况做出书面的声明，一般他们会在买来外汇结水单之后，再买上报关单和增值税发票，做成一套，伪装成企业正常出口的假象，然后去税务部门骗取相应的退税补贴。所以这些地下钱庄为了提升服务质量，就提供从外汇买卖到报关退税手续的一条龙服务。那这个就是真相吗？不，我们离真相还远着呢。我们看到邱女士是在义乌做外贸行业的，并不是我们刚刚说的村口20平米小卖店的那种皮包公司。而像邱女士所在的这类从事外贸行业的公司，一般来讲都有几个痛点。首先要知道，按照我国现在的法律规定，在境内是禁止外币流通的，这也就使得从事外汇买卖等交易的公司都要透过境内专业的金融机构来进行办理。但是地下钱庄跟专业的金融机构相比有3个优势，第一个就是方便快捷，当天就能完成结汇拿到货款。第二个是不用老盯着汇率大盘，因为一般国际市场的汇率都是波动的，你像义乌里一般都是价格比较便宜，靠走量的货，汇率波动的结果就是有可能刚出厂的时候还是赚钱的，装上车刚装完手，回头一看大盘亏了。所以黄牛往往会给他们一个敲定的汇率，这样做起买卖来可以不用那么烧脑。第3个就是商户可以透过这种私下运作的方式来逃避税务机关的检查，而且他们在收到外汇后还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外汇供给市场，把收到的外汇卖给那些从事骗取退税补贴的不法分子那里去。你以为这就完了吗？事情还没到最精彩的部分，打给义乌商户的货款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真实交易呢？这里我们就要科普一下第2个问题。当我们了解了第2个和第3个问题之后，第1个问题自然就有答案了。第2个问题是什么叫第4方支付？我给你一个东西，你给我钞票，这是第1方支付。如果我不直接给你钱，而是叫银行从我账上记一笔收入，在你账上记一笔支出，这叫第2方支付，银行就是第2方，负责结算。第3方支付就像是微信、支付宝这样的大型网络支付平台，但是这些平台的钱其实也是存在银行账户里的，他们是除银行以外负责结算的第3方。啥叫第4方支付呢？不知道你们在支付的时候用过聚合码没？就是无论你用的是微信、支付宝还是银联，都扫一个2维码就行，很方便。这个就是第4方支付的一种，把不同的支付码整合在了一起。但是这种技术过于前沿，一不留神就被坏人用成了非法结算了。就比如说爱贝支付，就因为提供这个技术而遭到了调查，当时也是冻结了使用爱贝支付全部商户的账户。如何界定一个聚合支付平台是否违法的关键点在于是否从事了结算业务。简单点说，就是有没有节流资金。假设你是一个商家，觉得柜台摆上一溜2维码太麻烦，就可以找聚合支付公司帮你开发一个2维码，他们会拿着你的商户资料去各个支付机构申请账户，然后用技术手段把各家的2维码糅合在一起，
但是它只提供技术，并不会动进入到你账户里的钱。非法结算平台就不一样了，它不会跟你要商户的资料，而是直接使用平台自己手里的商户来收钱，可能先要收取一部分手续费，才会转到客户的账户里。所以但凡是要跟你收取手续费的二维码技术供应商，给你提供的都是非法结算平台。做生意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了解了什么是第四方支付平台之后，我们开始第三个问题：地下钱庄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非法结算第四方支付平台，最主要的应用场景就是洗钱。平台会伪装成一些你根本不会料到的平台，比如说发卡平台，就是那种专门卖游戏点卡、电话充值卡等虚拟商品的平台。洗钱平台直接利用他们把赃款买成一张张游戏电话充值卡再卖掉，这样黑钱就洗白了。当然还有一种复杂一点的方法，但是洗钱效率高一些，就是通过赌博网站。但是通过赌博网站洗钱需要解决2个关键问题，第一个就是搞到账户，第二个就是伪装交易，就是躲过风控系统的识别。那如何搞到账户呢？咱们假设你是这个网络赌场的老板，想要收赌客的钱，你要怎么做呢？难道用自己的银行卡账户、微信和支付宝吗？分分钟手铐给你送上门。但是这事儿对于地下钱庄老板来说，就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手里有大把现成的等着结汇商户的账户，通过聚合支付的手段将这些账户挂在赌博网站上。当赌客充值购买这个平台发行的代币时，直接打钱进去。非法支付平台收到钱后，可能还要抽走一部分手续费，再把剩下的钱转到这个商户的卡里。如此一来，赌客和商户之间利用赌博网站这个第四方支付平台完成洗白。但是这样的操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无法躲避第三方支付平台的风控系统。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有一种方法，就是在某著名电商平台上开一个网店，发布一些看起来挺正常的商品，假装购买和发货，就把这个付款链接转换成二维码，放在赌博网站里。赌徒在充值赌资时直接扫码，在电商平台买了一个等价的商品，如此一来就把充值的行为变成了一个电商购买的行为，从而绕过了第三方风控系统。换作是义乌的商户和电商是一样的道理，而且他们绝大多数也都在某电商平台有自己的网店。当赌徒在充值赌资时，就跟商户下一笔订货单，商户甚至看不出他们与真实订单的区别，收到订单就正常发货，地下钱庄收到货之后再把它们卖掉，完成整个洗钱的流程。这个时候地下钱庄就会拿到外汇结汇水单、报关单和增值税发票，然后再把这些卖给我们开头所说的那些骗取退税补贴的不法分子。而这些所谓的赌徒有可能是某个诈骗团伙，所谓的赊赌只是诈骗团伙洗钱的方式，可谓是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看完这个，你就不难理解邱女士为什么在收到了客户的一笔打款之后，银行卡就莫名其妙被武汉警方冻结。她提供给客户的账号为什么是赌博网站提供给赊赌人的账号了？到这儿，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有答案了。这些商户并没有赊赌，但是大概率和地下钱庄进行过结汇或者融资的交易，他们的账户经过了交易伪装被利用了。这事儿也暴露了现实中像义乌那样的外贸企业的经营困境，比如说融资、资金周转、经营风险控制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所以如果要断绝他们与地下钱庄的业务往来，下一步必定是解决他们在经营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可以说他们是黑产利益链条中的一个核心环节，解决了他们的经营困境，黑产链条必定会遭到重创。